所以说，你是从世界之外漂流来的。你们的旅途到此为止。把我的妹妹！从这里向西走，就可以抵达自由城邦蒙德。没法确定它是什么。喂，你等一下！我是西方骑士团侦察骑士安博，欢迎来到蒙德城。天怎么？现在想象，这个声音是谁？你是我们的客人，还是新的风暴呢？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找风神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对吧？现在就请在蒙德赞助一下，由我们西风骑士团来努力解决问题吧。哎呀，最后还是把家里的仓鼠找回来了呀。油嘴滑舌。这不是荣誉骑士一个人的事。如果讨伐风龙是唯一的方案，那我就会成为冲锋在前的骑士。敌人是深渊的怪物和龙，压迫感很强吗？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什么可的了。深渊教团的统领者，将特瓦林改造成战争兵器的计划，也是那位统领者所谋划的，成为公主殿下。要寻找岩神的话，一年里只有这一次机会。多亏之前温迪提醒，否则我们一定会错过今年的7星请先点仪吧。说不定是今天，也说不定是明天的样子。既然来了璃月，还是去问问当地人吧。哦，对了，关于岩神摩拉克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用的摩拉就是以这位神灵命名的。但我们这些外国人如果在璃月这样称呼岩神，就会降级成无礼的外国人。所以还是和璃月人一样，多用用炎王帝君这个名字比较好。你们也想瞻仰7星请先点仪吗？我也想啊，大家都想。身为经商之人，怎能不关注璃月最重要的商业动态？去年的17条神谕就造成了不小的市场震荡，而且今年以来一直有风声说天权星明光大人暗中有所动作，他想要把神之岩使用者靠元素力创造的岩石，在税务定义上排除出矿物范围。这真是非常专业的法律领域呢。时刻关注神域与市场的人们，也是这座商港的魅力之一呀。炎王帝君他老人家是7神中最古老的神灵，他老人家的战略目光，我们一向都是十分信任的。第一时间了解今年的神谕，说不定就能快人一步，抢占发财的先机。哦，你们也是想看7星请先点仪的外国人吗？真有行动力啊！说起来，我在璃月生活几十年，好像还没去围观过一次呢。这就是所谓本地人不会去的景点吧？不过希望你们的行程愉快，璃月欢迎你们。7星请先点仪啊！确实，你们提醒我了，不就在今天吗？炎王帝君每年都会赐下神谕，指引这一年里经营璃月的方向。去年恭请神谕的是璃月7星的玉衡星。哼哼，这个我知道，就好像蒙德是自由的城邦一样，璃月是契约的国度，崇尚商业和贸易。代表7种商业势力的7位大商人，璃月7星，就是这个国家实际的掌控者啦。哎呀，外国人总是这么说。但我们璃月真正的掌控者永远都是炎王帝君啊！7星是人，帝君是神，自由之神不在蒙德，而我们的神永存永在。口说无凭，
你们自己多在璃月港感受一下，就能明白。既然刚离开神不在的城邦，那就是时候体验我们的与神同行的历史了。好的，那就从七星请仙点移开始体验吧。不错的选择，你们抓紧上玉京台吧，往高处去。你也是想来沾点仙气的吗？你很懂吗，小哥？在这个日子许愿的话，帝君和仙人们都会保佑你的。我已经许完愿了，这里让给你。谢谢。你们是第一次来璃月吗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看七星请仙点移。看，那位就是璃月七星中的天权星，宁光大人。只有那些掌控璃月的大人物，才有资格主持请仙点移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璃月的仙人们大多都是兽形，听说连阎王帝君自己在这种正式场合也会以半灵半龙的仙体示人。啊，不打扰你许愿了，来，这里让给你。好啦，既然已经许过愿了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仪式开始吧。不知道那位宁光大人还要准备多久呢？哇，好多人啊！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嘛，在后面什么都看不清啊。吉时已到。帝君遇害，封锁全场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说帝君遇害，难道炎之神死了？啊，是千岩君，看来他们正在盘问过分靠近现场的可疑人士。太可怕了，凶手就在我们中间。说起来，我们好像就是过分靠近现场的可疑人士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他们在这里，抓住他们！哪里逃？少年，小心别动！跟上，跟上！跟我来。跑得好累，缺乏同情心。我的幻肢明明就跑得很累，
对了，这位小哥，你是谁啊？你们可以叫我公子啊。哇，性格好糟糕，救过我们一次就把我们当仆人。我没有那个意思，名字这种东西啊，只是代号而已。就好像你们应该在蒙德见过女士吧？女士，公子，你是愚人众的执行官？不要紧张，我不是来找你们打架的。女士给你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吧？那个女人，我也不喜欢她。好了，我们大家就先忘记那个女人的所作所为吧。我是来帮助你们的。对啊，帮助。我不是坏人，我大概是坏人吧，但我不是来找你们麻烦的。可不可以拜托你先别想着立刻把这个人打倒呢？感谢你的风度，骑士。我听说过你在蒙德的事迹，所以在刚才的仪式上稍微关注了你一下。正因如此，我知道你没做过什么可疑行为，想必暗害神明者另有其人。但可叹啊，愚人众身为至东国使臣，在发生这种大事以后，一定无法得到信任吧？统治璃月的七星总是对我们抱有过多的怀疑。我觉得这应该是愚人众的错。我该否认吗？算了，陌生人之间保持距离也是好事。反正我也已经很习惯这种戒备的眼神了。但现在若要洗清刺客的嫌疑，就请你们移步北国银行吧。我们不能继续在此停留了。须知璃月古宴，隔墙有耳。北国银行？没错，这里就是至东国在璃月开设的银行。虽然璃月是提瓦特最重要的商业中心，但我们国家也是很有钱的。是啊，穷国也养不起那种对西风骑士团蹬鼻子上脸的外交官呢。来，给你这个。这是？谁知道呢？有时候用钱只能买到东西，却买不到名字。简单来说，这东西是一种信物，让三眼五显仙人不会伤害你的信物。你说仙人？出城向北，在归离园之西，有一座石林，它的名字是绝云间。璃月人相信那是仙人洞府所在。没错，他们相信传说，所以只在绝云间的外围供奉仙人，不敢继续深入。但我不需要相信，因为我知道绝云间的仙人是真实存在的。看来愚人众的情报网很有用呢。但你要我们去找仙人做什么呢？小家伙，你觉得世人求仙能有多少理由呢？无非有人求财，有人求医，有人求姻缘，而你们就是为了求个公道。公道？七星派出千岩军，要在官吏人士里寻找刺客，但凡人能够刺杀那位横扫千军的武神吗？阎王帝君可没有抛弃过自己的神力。哼，这种粗糙的应对可不符合他们应有的水准，令人怀疑。或者是为了掩盖别的什么东西，我也说不准。现在北国银行也不可能无限期的拖延千岩军的搜查，但仙人百无禁忌。璃月就是炎神与仙人一同建立的，当然是用武力建立的。去找他们吧，要比七星的信使更快一步，把未经扭曲的信息带给他们。如果说现在的璃月还有谁能帮得上你的话，那就只能是绝云间的三眼五显仙人们了。尔是何人？因何擅闯绝云间？百无禁忌录，多年不见这东西了。原来凡人手中还有残玉。我乃三眼五显仙人薛岳祝阳真君。旅者，说出你的来意。其实。是刺客，他们居然潜逃到了这里。头，我们已经太深入绝云间了。这没法子，捉拿刺客是头等大事，硬着头皮也要上啊！
滋扰清静，送走他们，莫要杀生。随风而去吧。好的目标。那么，重归正题，旅者，说出你的来意。其实，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离月七星，实在令人失望。请仙典仪上，如何能有人行刺帝君？帝君遇刺之后，又如何能将嫌疑推给官吏凡民？旅者，你受诬为刺客的冤情，我也已然知晓。此事我心已有判断，然我独断或有差错，尚需知会众仙。去吧，拿着你的百无禁忌录，为我去传口信。离水叠山真君、流云借风真君，这两位常在此间，但你未必有缘相遇，随缘即可。还有一位降魔大圣护法夜叉，去往望舒客栈，或可觅其踪迹。我怎么是你们救我出来的？谢谢你们。对了，你们看见过我兄弟吗？他叫李丁，我们俩是一同上山的。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是被这块琥珀给吞了吗？那时一下就失去了意识。不知道我兄弟是不是也一样被琥珀给吞了？好吧，不麻烦您了，谢谢您。我要去找我兄弟了，希望他一切安全。我都听我兄弟说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搭救我兄弟。唉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，实在是无钱供养家庭，又听人说虎牢山上的琥珀中藏有宝物，我们就鬼迷心窍，偷偷上山，想从琥珀里寻得几件宝物，拿回去卖点钱。结果您也看到了，仙人对我施以惩戒，我就被琥珀给吞了下去。如果没你们搭救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。还好仙人慈悲，派下你们这两位仙使搭救。是啊，我刚在山上祈祷，你们就搭救了我兄弟。你们一定是仙人派下来的仙使。蒙仙使搭救，我们兄弟以后一定痛改前非，去寻个正路赚钱，哪怕是去码头卖点力气，也是个说法。哦，对了，可不能再叨扰仙府，我们这就下山。谢谢仙使。谢谢仙使。要是我们真是什么仙使就好了，总感觉这位仙人的脾气不太好呢。不过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，应该也不会擅扰山门，又私放受戒贼人。无知繁重，还不速速前来领戒！不仅闯入虎牢山，毁坏山上琥珀，还擅放了正受戒的贼人。这帮贼人确实不小心威，但你们也同样无礼至极。我们是有理由的。百无禁忌录，没想到世间还有此物。昔日帝君著此神录，赐予凡人，本就数量稀少，千百年来也散失的差不多了。你们先陈明详情吧，我会替你们说的。稍后我会查证。离月港也并不远在天边，若有虚言，也骗不过我。
君遇刺了，还是在请仙典仪上？离月，凡间，谁敢如此？不，这世上又有多少力量能刺杀帝君？我等众仙遵帝君律令，护佑离月，因人间兴盛，逐步退于山野，这本是对凡人的好意。但如今，帝君，唉，旅者，拟述之事我已知晓，薛岳祝阳真君延请我等的意思也已经很明白了。待我将此山之事稍作处理，就去会见众仙。我知道，一定是这位仙人的仙力啦，就和小说里写的一样，羽毛就能化为草木，唾液也能化为瀑流，这些琥珀一定也是类似的形成原理。这又是什么说法？这些琥珀来自于我植下的花，名叫夺山葵。它本身大部分隐于地下，若被采到，就会生出琥珀，将入侵者包裹在其中。我归隐到此处后，为了山门清净，将它种植在四周，这些年为我挡了不少滋扰，不过也关了许多莫名的东西。所以这些琥珀其实都是活的。正是如此，所以若我离开此山，只怕害了无辜性命。我稍作处理后就会动身，你们自行速速离去吧。诶，这里怎么有张石桌，上面还摆着这么多餐具，还有酒壶，这旁边的椅子上还刻着字呢，此处居流云，此处坐闺中，还有此处借帝君。帝君难道说的是阎王帝君？闺中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流云，对了，那位薛岳祝阳真君提到的仙人里，有一位就叫流云借风真君来着。这么说来，这里说不定就是那位流云借风真君和其他仙人聚餐的地方啦。嘿嘿，假如真是这样，那我们做点仙人喜欢的美食，是不是就能引起这位流云借风真君的注意啦？不过仙人到底会想要吃什么好吃的呢？完全没有头绪。没办法了，我们去周围看看吧，希望之前来这里供奉的人能留下一点痕迹，当做参考。对了，你说仙人会喜欢吃蜜酱胡萝卜煎肉吗？这里好干净，应该是在这里做菜的人细心收拾过了，说不定正是为了供奉仙人。这些材料是松茸和瘦肉，菜谱就摊在旁边，在这里做菜的人真的很有条理呀。好像是有人在这里做过菜，是用来供奉仙人的吗？这旁边还有没用完的食材呢，金鱼草、莲蓬还有豆腐，这道菜可真复杂。哎，看那里，好像是笔记。这么复杂的菜，也难怪要把做菜的方法用纸记下来。我们仔细看看吧。哇，好多面粉都洒在地上了，在这里做菜的人真马虎。锅里的东西好像是肉，但具体是什么肉就不知道了。这道菜会不会是为了供奉仙人才做的？要用到肉类和面粉的菜。咦，地上怎么丢着一页纸？还有个站了半夜的脚印。不过，说不定它和这道菜有关。百无禁忌路的气息，虽然不知道你们所谓何事，
但看在你们诚心供奉的份上，本仙就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想要面见本仙，就闯过本仙亲手布置的洞府吧。居然能闯过洞府，你们倒是有几分本事。本仙乃是流云界风真君，你们所谓何事，速速报来。那是自然，除了洞府之外，那些机关也是本仙自己所建。本仙的机关术，就是连闺中和阎王帝君见了也是要称赞的。这么大的洞府，您就一个人住吗？而且还有这么多机关，您是不是为了研究机关术才独自住在这儿的呀？就和传说里的一样，仙人们离开凡世，在什么地方隐居，自己研究着很多厉害的东西。本仙只是觉着交际太过繁琐，想寻个清静。但清静了没多久，你们就拿着这百无禁忌录来了。算了算了，你们所谓何事，速速报来，莫要打扰了本仙休憩。帝君遇刺了，怎会如此？居然有人敢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如此荒诞，难以相信。本仙要去查证。不如本仙这就去先镇压了李月岗，再等群仙并至。咦，等一下，什么叫镇压李月岗？您是要把整座李月岗给毁掉吗？只是要使些雷霆手段，免得再多生事端。正是，承帝君律令，我等守护离月岗3700余年，但如今恶徒当道，也不得不用一些非常手段。快想想办法！这位仙人是认真的，他真要去镇压整座离月岗了。对啊，我们做了那么多好吃的，全都给您了。我们是来请您去保护离月岗的，不是请您去镇压的。至少您也应该先听听大家的想法吧。契约之神都已遇刺，这2个字听来真是讽刺至极。离月岗里的凡人时常会将契约抛之脑后，又极善混淆黑白。不过你们既然是以契约之名前来请我，本仙也不能视契约与无物。而且你们还拿着这百无禁忌录帝君住此神录时，曾经封入仙力，助凡人征战。然而如今此录仙力少存，止于信物之相。不过信物可证明不了你们本身的可信。刚才我听到的那些话，我也都会查证。想必薛岳祝阳真君延请我等，也是为此。好了，你们速速离去吧，莫要再滋扰本仙。他不在吗？肉眼凡胎，眼见未必为实。百无禁忌录，看来你们有备而来，但这只是让我不伤害你们的信物，并不代表你们不会受到伤害。我不太明白。过分接近仙与魔的世界，极为逾矩。人的灵魂不如仙人强韧，血液中也难以承载如此浓度的仙家气运。算是为你们好，抓紧离开吧。等一下，我们是来……好生气！这个人怎么自说自话的？好想给他起个难听的绰号，
但要是得罪了仙人，以后发现宝箱的时候，会不会只能开出卷心菜？我们还是去请教一下客栈的老板娘，问问她怎么和仙人正常交流吧。哦，你们已经见过萧了，不错嘛，难得他心情好，居然愿意出来见人。原来这样的态度就已经是心情好了。是啊，仙缘难得，许多人一心访仙，却终身未见仙人一面呢。元神建立离月时，借助了仙人的力量，但因为仙人中的大多数都只懂得以战斗来守护离月，所以数千年来，终究还是人类掌握了贸易之都的运作，而仙人隐居在外。老板娘懂得真多啊！不是老板娘，是老板。总之，既然你们这么有仙缘，那事情就好办多了。要问我的建议嘛，其实只要试着去哄萧开心就好了。开心？那位护法夜叉大人，很难想象他开心起来是什么样子的。很期待吧？其实我也从没见他笑。这样吧，先去找大厨要一份杏仁豆腐，再加上一道你拿手的菜。杏仁豆腐是萧难得喜欢的人间食物，拿手的菜就靠你自由发挥了。自由发挥？你最擅长做什么菜呢？是那种很难出错的食物呢。大爷，我正在休息，闲人勿扰。闲人勿扰。这位大厨的服务热情和蒙德的铁匠瓦格纳先生不相上下呢。原来如此，老板吩咐下来的事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但很可惜，我现在有心无力，没法做出杏仁豆腐这种细致甜食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剑客的手必须稳定，咱当厨子的自然也是如此。但现在我的手，不好意思，有点不太稳。原因嘛，是因为有客人传言，这客栈里闹鬼，而且就在刚才我在厨房也看见了不太对劲的东西。这位大厨看起来这么凶恶，说起灵异话题来，语气就变得很虚弱呢。总之，一想到连望舒客栈都不安全了，我磨甜杏仁的手就稳定不下来。好吧，为了最高品质的精美杏仁豆腐，我们就去厨房看一下吧。这里好像什么都……你们果然也看到了，真的有鬼！这可如何是好？他已经不行了，怎么办？算了，我们还是去问问老板娘吧。被这种小事吓到，亏他曾经还是江洋大盗。戈代特老板好像不怎么怕鬼的样子。神神鬼鬼的，我可见得多了。说起来，别人好像也不知道仙人在客栈出没，但戈代特老板……嘘，再细说下去，就是我的小秘密的范围了。好了，你们不如去跑一趟吧，让那小鬼别再吓人了。这可不是差事你们。正如那位仙人所说，人的灵魂不如仙人强韧。为了接触仙人时不受伤害，就从接触小鬼开始锻炼吧。但要怎么劝说鬼魂呢？客栈里有一幅字画，描摹了离月通行1000年的降魔印，你们可以去看看它的样子。然后就在这间客栈附近，寻找能够见到完整降魔印的地方吧。出现了，好吓人！抓他就靠你了。他想逃，只能跟上去了。按老板娘的说法，这下他就没法像上次一样消失了。
鬼！这座看起来早就坏掉了的遗迹守卫，难道是被幽灵附身了吗？大球球冰凉，二球球强。终于抓到你了，真是累人。三球球菜肴，四球球熬。闹鬼是不好的，小朋友你明白吗？五球球饲料，六球球胎。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？小明不会再捉弄住店的客人了，下次就换哥哥再来和小明一起玩吧。如果哥哥不来的话，小明会去找你的。什么？居然从鬼魂口中要到了不再作祟的保证？您真是高人！我言效服了。请稍等，我为您认真做一道最细最滑的杏仁豆腐，包您满意。哈哈，手指重新变得稳定的感觉，好。又是你们！等等，这次先别急着消失。这是你最喜欢的杏仁豆腐，和这位异国旅行者的拿手好菜，充满异国风情的沙拉哦。快，趁他吃东西的时候，把事情都跟他说了。阎王帝君竟遭此恶，我无法想象。不论时代如何变异，我都从未想象过失去帝君的离月之地。掌管人间的七星，究竟在这件事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我会去找薛岳、李水、刘云3位真君，他们也是时候做出决断了。仙人不会逃避责任，虽然我有不愿沾染凡尘的理由，但职责终归是职责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契约之神。等一下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那个小明究竟是？降妖除魔时，偶尔也会遇到从未害过人的恶灵，又暂时难以超度，所以拜托老板与掌柜收留一段时日。原来是望舒客栈帮忙养着的啊！这家客栈的业务范围也太广了吧！你们终于回来了，绝云间之行成果如何？原来如此，薛岳祝阳真君、离水叠山真君、流云借风真君、降魔大圣。这其中有些名号在愚人众掌握的情报里都没出现过的。作为回礼，我也有情报提供给你。对于神奇之死，离月七星的反应十分耐人寻味。他们对外宣称，由于尚未寻获真凶，不允许任何人瞻仰仙族法退，甚至还试图封锁消息。但毕竟请仙典仪人来人往，即使七星也难以禁绝流言。仙族法退？以离月的常识而言，阎王帝君也是一位仙人嘛。炎神是契约之神，同时也被称作众仙之祖。如今的所有三眼无显仙人，当年都曾立下守望离月的契约。这样啊，难怪他们对离月的事这么上心。没错，他们既有责任，也有资格。如果掌管离月的七星出了问题，他们就有兴师问罪的资格。炎神灵魂升入高天留下的躯壳，为何会被七星藏匿？实在可疑。没错，我们本来就是来找那位神灵的。如果离月七星把仙族法退藏起来，不让人接近的话，
想要寻访全部奇神的目标就会完全落空了。啊？你们正在寻访七神，是为了什么呢？不错的回答。轻易被愚人众套话的骑士可不是一位好骑士，对吧？不过这一次，我还是可以帮助你。哎，真的吗？给我一点时间，一点时间用来找人，我会为你找到能够突破这僵局的人。啊，真有意思！布局阶段压抑的越平静，最终爆发出的混乱就越激烈。为了亲眼目睹暗流的决堤，一定要坚持到活着与我再相见哦。